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所谓的摩旅的意义是什么？摩旅的意义肯定不是为了尽快的到达一个目的地，也不是为了从 A 点到 B 点，而是要感知从 A 点到 B 点中间的那路上的一切。所以说，摩旅千万不要赶时间，不要赶路，这样既不安全，也没有情趣。我们继续前进哦。早上好呀，今天是在300峰第5个早晨，但是我要离开华欣，离开300峰了，也离开这个美丽的 resort， 这个度假村，这个酒店非常推荐啊。但是今天早上没有看到美丽的老板娘，就没有时间跟她告别了。那我们就直接把钥匙放在门上，直接 check out。好，今天的话呢，我要一路骑回春蓬。那么今天开始呢，就回程，准备回大马了。在回去之前，我们先到周边转一圈啊。反正我们今天回去呢，我们就不沿着大路走，我们沿着海边的小路走。虽然时间上会慢一点，但是风景会非常 OK。OK，let's go。今天离开300峰之前来吃个午饭，又到这家面馆，这家街头小面馆。我跟老板娘说，你们这里面食好吃，就是面少了点，结果他给我这么大一份。好的，可以的，够的吃了钱，够的了。好，最后再和300峰和雷音寺合个影，我们就正式离开了。这是恋恋不舍。走一步3回头，因为太美了，就想多看几眼再走。OK， 再见300峰，耶！离开华欣300峰，就意味着我这次泰南环游的摩旅进入回程的阶段。那么我在前面也强调过，我虽然是回程，但绝对不会走回头路。所以这次回程的路线呢，我是如此规划的。从华欣回春蓬，春蓬到苏利他尼，苏利他尼过洛坤，过纳空斯坦玛丽，在洛坤府参拜各个神祇的庙宇，最后回到宋卡，回到和爱，再过黑木山呢，就回槟城了。这段路线中，我最看重的就是一开始从华欣回春蓬的这条海边路线，因为这里可以收获无数美丽的海景。我们下一个目的地就是那边那个山峰，那边那个山峰下面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佛庙，我们要去那个佛庙这里看一下。几天前，我从春蓬市区到华欣300峰走的 highway 只用了3小时，而我这次回程呢，决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新路。这条路沿着巴蜀府美丽的海岸线一路前进，延伸到春蓬，而这条路呢，也在大海和铁路线之间穿梭。大部分时间呢，还是在海边。我就是太爱这一条海边和铁路边的乡村小道了。有火车来了，哇，火车，泰国的慢速小火车，还是挺复古、挺有味道的。这条火车并不长，只有3节车厢。应该并不是那种长途跋涉的，可以一路开到曼谷甚至清迈的，应该是种短途的，它在几个小城市之间作为通勤工具的小型火车吧。哇，好，赞，我们继续前进。这条路并不能完全在海边骑行，当你发现海边公路中断时，你又会回到铁路沿线，如此来回反复。既然选择沿着铁路和海边走的话呢，就时不时会就看见路边有这种美丽的小的火车站。这个地方叫做 Kankrad Dai。每次到这个火车站呢，就说明到了一个城镇了。前面就可以买点饮料啊，休息一下，有7-Eleven。当路过这个叫做 Kankrad Dai 的火车站之后，我们就迎来了今天行程的第一个亮点。这个地方呢，叫做 Onoi。它既是一片海滩的名字，也是一个峡湾的名字，更是一个城镇或者说一座庙的名字。当你驾车路过前面那个火车站之后，公路就会慢慢的向海边延伸。
突然你眼前豁然开朗，一个月牙形的海湾呈现在你的面前，上面漂浮着五颜六色的渔船。这个地方就是巴蜀府著名的海岸，也是一个港口，叫做 Onoi。那山上的2座佛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许可能并不是一定是庙宇，也可能是他们僧侣的宿舍也说不定，我就不上去了，因为天太热了，这2天爬山爬得够够的了。我们就山脚下看一下这个美丽的渔港。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来着？我一会儿把地名打在屏幕上哈。哇哦！这是出租车老板，出租车老板来兜客，问我要不要去春蓬。他的意思就是说，去春蓬的话500泰铢。哎，好可爱的狗。地图啊，这个地方就叫 Onoi， 所以说这个庙呢也叫 Wat Onoi。它这里的庙真是做的非常的精致，门口这个，哇，这是9头纳迦哎。前2天我们看到的纳迦是7头纳迦，有些3头纳迦，这个是9头纳迦。那这个级别，呵呵，那可就是纳迦中的王者呀！哇，这个气势，9张血盆大口，左右两边各9张，加起来18张，哇，哦。然后后面呢又是雄伟陡峭的山峰，哈哈，啊，真棒！这个 Wat Onoi， 我觉得也值得大家特地到这里来停留一下，打打卡，拜拜佛。除去这个9头纳迦不说，这座庙宇本身也造得非常的美。它好像是用一种类似于红雾的一种材质做的，所以特别雍容华贵的感觉。啊，我们来稍微朝拜一下哈。拜拜拜拜哟！哇，里边有大师在给人开示哎。拜拜拜拜。Onoi 这座城镇或者说这个地区是巴蜀府著名的避风港，也是巴蜀府著名的一个渔业码头。除了那座 Wat Onoi 寺庙之后，一座高耸入云的岩石山峰出现在你的眼前，而在这座山峰之下，就是整个 Onoi 镇人民辛勤劳作的重要场所。这个地方叫做 Onoi Fish Bridge， 这是2条长长的用混凝土制成的桥梁。它一直延伸到海中央，而在这2座桥梁两边呢，停满了各色渔船。和其他旅游景点不同，这个地方充满了热火朝天、辛勤劳作的气氛，让我这个外来的游客呢赞叹不已，同时又大为震撼。哇，这是一盘繁忙的景象，这和我前几天路过的那些游船码头又完全不一样。这就充满了这种劳动的热火朝天和生活的不易的感觉。然后后面呢，就是这一座巨大的山峰，在静静地注视着这片土地上勤劳的人民。好，真棒！哈哈，这个让我既感到新鲜，同时又有一丝亲切感的渔码头，并没有像我以前路过的那些泰国旅行码头那样，带着一丝清新和享乐的氛围。这里只有咸咸的海风，渔民们吆喝的劳动号子，以及满船的渔货。同样，这里的渔民也对我这个外来者比较好奇，对他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外国游客会到访他们这边。我和其中2名渔夫交谈了一下，得知一位是当地的渔老板，而他边上那位皮肤黝黑的呢，是来自孟加拉的外劳。这座山峰呢，其实用屁股想想都不可能爬上去的，所以说要观赏这座山峰，我觉得这个渔港是最好的位置。你不但可以观赏这座雄伟的海边的奇峰，还可以看看这个渔港热火朝天的这种生产和劳动的景象，太美好了，这就是生机勃勃的感觉。跟这些人比起来，我就感觉自己实在是太懒散了，每天就只知道玩。
都是些讨生活的辛苦人啊。OK， 好了，发完感叹，我们继续往前走啊。然后从这个码头上打捞捕捉回来的渔获呢，就在这个小车间、这个工厂里边，然后分装，他们冷冻的冷冻，宰杀的宰杀，然后进行预处理了。预处理，然后预处理完以后呢，就运上车送到泰国甚至四季的各个角落。哇，真辛苦啊这些人！啊，这个渔港真的不错。虽然不是一个旅游景点，但是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看一下，来看看这种我们城里人看不到的这种劳动场景。啊，我们继续往前，忙着这个山路下面走。在准备离开这个美丽又热闹的 Onoi 小镇的同时，我也感叹，这个地方并不是以旅游业发家的，但是它的街道和城市也打扮得非常漂亮，路两边呢也种满了鲜花，同时这里也有非常多的饭店、民宿和度假村。所以说，如果说你想在巴蜀府的海边找一个特别的地方度个假，我想 Onoi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同时呢，我背后这座高耸入云的岩石山，它也是有一条攀登步道的。当然了，今天我是没有体力也没有时间去攀登了。以后如果说我有时间，或者说有其他的户外爱好者到访这边的，你也可以尝试挑战一下这座基本上垂直的岩石山。刚才我也说起，在船码头上，其实我有和当地的渔民进行交谈。那么我记得在视频的评论里边，也经常有朋友建议我可以拍一些采访当地人的片段。那么对于我个人而言呢，我觉得如果掏出摄像机或者手机对着别人拍，对方呢可能会觉得不自然，同时作为我呢也觉得会不舒服。我不喜欢这种比较冒犯的采访方式。总而言之，我还是一个喜欢拍风景多过于拍人的 UP 主啊。那么如果说遇到特别健谈的，或者说得到别人的允许的前提下，我也会录制一些采访的一些对谈的片段。这些呢，在我以往的视频中，其实也经常可以看到啊。OK， 言归正传，离开了 Onoi 小镇，我发现眼前的公路呢越来越宽敞，两边的房屋呢也越来越高，这意味着我进入了一个大城市。在摩旅中最兴奋的时候，就是发现一个以前从来不知道，但是风景又绝美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可以算是这样的一个所在。这个地方叫做什么 ？Onoi，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我待会儿要谷歌地图上查一下。我刚才那些发音也是看路边的字牌才想到的。我觉得应该并不是那些名字，那些名字可能只不过是某个海滩或者某个村庄的名字而已。这儿的海滩太漂亮，太干净了。而且呢，你说人呢也不是完全没有游客，它也是有一点这种旅游的氛围的。那么就相对而言的话，你这儿住旅馆也好，吃饭也好，或者说出海游玩也好，其实相应的配套服务都有。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不错。我一会儿把地名打在屏幕上哈。是的，我的直觉没有错，路两边的度假酒店越来越多，同时也看到了有许多的外国游客出现，感觉似乎又回到了华欣市区。那么这个地方离华欣其实已经有超过100公里以上的距离。后来我查了地图才知道，这里是巴蜀府所在的中心县，也就是这个府的府会城市。现在确定了，这个地方就叫做 Prachuap，对 ，Prachuap。然后左手边就是他们的火车站，对，就是这个 Prachuap。这边呢就是刚才我看到的那个栈桥。哇，这个城市好安详，好安静，但是感觉又什么都有。你不会在这里搞到吃个饭呀，或者是要泡个酒吧，或者去住店啊，都会找不到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很平衡的一个海滨度假胜地。然后说完它的配套，再看它的风景。你看远处海上有这么奇特的山峰。然后这海水的质量，包括这个沙滩的颜色都是非常棒的。然后这个栈桥的后面的山顶上还有一个庙，这个庙刚才其实我路过了，但是我觉得因为它要徒步上山，我就不上去了。但是感觉这个庙真的也好像也非常棒的样子。
要是下次有时间有精力，可以爬到顶上去看看。其实刚才在火车站门口看到的这个英文名字 Prochat，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巴蜀，也就是巴蜀府。那么巴蜀府呢又称之为班武里府。华兴呢只不过是巴蜀府的第2大城市，而巴蜀府的真正的中心所在就是这个巴蜀中心县，也就是它的府会城市。那么在这个街道上行驶了一会儿，我突然感觉雨开始又落在了前方，雨越下越大，我只得找一个地方先躲一下。当雨变小之后，我继续出发。此时感觉道路两旁的氛围和设施呢有些奇怪，同时也有些微妙。道路两旁是长长的跑道，上面似乎还停着军用飞机，道路两旁呢也停着军车。这里3步一岗5步一哨，有卫兵站岗，但是卫兵呢似乎也不阻止我进入这个区域。不一会儿，道路也延伸到了海边。这个地方与其说是一个度假村，更像是一个官方组织或者政府机关，但是呢又没有政府机关那种严肃和保密的氛围。后来我才知道，后面那片区域呢是一个空军基地，所以说才会有军人和飞机，还有跑道。那么空军基地的旁边呢，还是泰国国王以及泰国皇太后来巴蜀府度假时候的行宫。哇，原来如此啊！我才明白这个区域为什么既有那种严肃庄严的带有政府性质的权威感，同时呢又有一种亲切的和不拘小节的氛围。泰国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国家，哪怕在如此权力集中的地方，也能体现出随意和自由。怪不得后面是皇家行宫，泰国国王选的度假胜地怎么会错呢？对吧？那如果说我在这边上找一个好的酒店住下的话，是不是可以享受跟泰国国王一样的待遇哦？真的是很美。今天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美妙的地方，不知道会不会像去年路过300峰一样，对此惊鸿一瞥，然后下次心心念，到时候再过来也好。这样留几个念想的话，以后还有继续往泰国来摩旅啊，或者来度假的动力。不然的话，每个地方都给我走透透的话，也不好，那就没有乐趣了，是不是？沿着海岸线继续前行，这里虽然是空军基地，同时又是国王的行宫，但是也并不阻止我这个外国老百姓进入。这个区域叫 Wing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 Wing 5， 反正它就叫这个区域的名字。这个区域好像有很多的高级度假村，但是这个地方生意倒不是很好，也可能现在属于淡季吧。哇，后面还有一个海岛啊！这骑着我又忍受不了这边的美景的诱惑，又停下来了。这沙滩真是，这感觉比华兴城里的沙滩的质量好多少都不知道。哎呀，哇！关键这里好清静啊。也可能这里离华兴城区太远了，这里应该再过去就属于春蓬府了。这个地方处于这个叫什么潘武里嘛？这里叫做潘武里还是春武里府的和春蓬府的交界的地方。我们叫它巴蜀吧，巴蜀可能我们叫起来更顺口一些。这段我在沙滩上说的话被我消音了，因为事后发现我当时说的有误。我说的是关于班武里、巴蜀和华兴3者的关系。正确的说法，班武里和巴蜀呢都是指这个府的名字，而华兴呢则是这个府最大的旅游城市，仅此而已啦。所以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区域，可能真的跟泰国这个军事基地，或者说他们皇家的疗休养息地是有关系的。你看，这里又是一个卫兵的一个岗亭。哇！这里真的可能是空军基地。哇，这个飞机，这个岗亭，真厉害。因为本来走高速从华兴到春蓬只要3小时，我天真的以为呢，今天天黑之前应该是可以回到春蓬的。
但是目前为止已经是下午快2点多，将近3点了，我才走了全部路程的1/5，或者说1/4都还不到。无所谓了，走到哪里算哪里咯。出了这片空军基地之后呢，道路呢又进入了乡村的路段，我似乎已经离开了巴蜀府的中心线的范围，同时又再次进入了海边的区域。那么这片海边区域呢，其实它也并不是没有来头。这个地方是整个泰国最大的水族馆，也是最大的天文馆，同时也是一个科普教育基地。这里呢，不同于那些度假村的海边，在一些热门时期或者旺季呢，这里会有许多小朋友到这里来游学或者参加一些科考活动。但是今天我来这个区域呢，却发现这里冷冷清清，没有什么游客，可能是因为时节不对吧。当时看地图得知这里有一个超大规模的水族馆和博物馆之后呢，我还有心思想进去参观一下。等真正的到了这个地方，发现这里没有什么游客呢，我顿时也有些意兴阑珊了。于是就在水族馆门口的广场上和拉玛五世国王合一个影，我就准备赶往下一个目的地了。今天的选择果然是正确的。你说我本来就不喜欢走回头路，这次从春蓬特地去300峰，然后回头路还想如果再走那条又吵又闹，然后还车流众多的高速公路的话，我肯定会很不爽的。但今天走的这条路太对了，这个选择太完美了，啊！太王保佑我了，保佑我一路平安。哈哈哈哈！啊，这个地方这么美又这么安静，真是让人感觉到了世界尽头的样子，天堂一般的景象。好，不感叹了，我们继续出发。哎呀，继续出发。离开了这个水族馆，道路呢似乎又往铁路沿线的方向延伸了。每次从海边到铁路沿线的方向，就会经过这样一个游行的天桥，这也是通过铁路上方的一个过道。哦，他们这种想穿越铁轨的话，它就必然会有这种游湾的这种桥，让方便两边的村民穿越铁路，就不会出危险。这种桥设计的还是很舒服、很安全的。OK， 继续往前呢。在铁路沿线的村庄与农田中穿梭了将近40分钟，道路呢又慢慢回到了海边区域。这片海边呢似乎就没有前面在巴蜀海滩上的那种游客的氛围，这里基本上都是一些本地的住家和渔民，没有那种旅游氛围，虽然让人感觉有一些落寞，但是却多了一份清静与自然。同时这里的交通呢也变得非常的轻松，你根本就不用在乎路上会出现什么奇怪的物种和车辆，只管尽管骑就可以了。当然了，路两旁也不是没有任何的旅游设施，时不时呢出现一些度假村和一些海景豪宅，也提醒着我这个地方还是属于巴蜀府的旅游区域。当沙滩上的渔船越来越多，我知道了，我又到了一个海边的渔村。这里的沙滩呢也比较有名，叫做萨普萨卡。在萨普萨卡沙滩上呢，也有一座通往海中间的路桥。我把摩托架到这条路桥之上，在海中间眺望整个波澜壮阔的海面。这种地方应该根本就算不上是景区吧？但是我觉得比景区更美。哇，今天的海，今天的天空，当地的人在这里捕鱼玩，然后还有泰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啊，现在又出现了，到处都有。这些流浪犬呢，有些很友善，有些很凶恶，有些呢对你有所图，想在你这讨点东西吃，还有很大部分呢在路上挡着路，容易影响交通安全。我觉得泰国政府要好好管管这些流浪狗了，它们本身也可怜的。其实狗本身没错，都是人类的错。这说到风景，怎么又说到这么严肃的话题了？离开这片勃勃生机的沙滩，
我的摩旅又进入了在海岸沿线的公路和铁路沿线的村道来回切换的模式。海岸线的美，我自然不必多言，但当我道路又延伸到了铁路旁的小村庄里时呢，也并没有感到很无聊。这里呢也会出现一些非常独特的景致。最关键的是，不管你在海边骑，还是在铁路沿线骑，道路上的交通都是非常轻松的。你不用像那些高速公路上面那样提心吊胆，提防着来往车辆。当然了，付出的代价呢，就是整个路线被无限的拉长。原本短短3小时的路程，后来证明我整整骑了2天2夜。当再一次经过一个火车站之后，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就快在眼前了。这个地方呢，叫做 Songcai Hill， 是一座海边的高山上顶上的一个佛教设施，也是一座著名的庙宇。这座庙宇的名字呢比较长，比较难念，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座山的名字来称呼它，叫做 Songcai Hill。不一会儿，盘山公路一直往上，我们就到了山顶上，那尊金灿灿的大佛就在眼前。那么 Songcai Hill 他们的庙宇呢，其实是可以境内继续参观的，但我到那边时已经是接近下午5点钟了。庙宇的管理方已经下班回家，所以说我们只能在庙宇外围的山坡上进行远眺和观赏。哇，这大佛就面朝着美丽的泰国湾的海。哦，绝景啊！阿弥陀佛，拜拜拜拜，拜拜拜拜。离开山顶的神庙，我们下山继续前往赶路。此刻从上午9点钟出发开始，到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我骑了整整8个小时。但看地图呢，我仍旧处于巴蜀府境内，甚至都还没有到达春蓬的交界线。看样子今天晚上到春蓬是肯定不可能了。走这条海岸沿线，时间的确比我想象中要长得多得多，但这也恰恰说明这条线路的美景实在是太多了。这个区域叫做 Bangkrut Beach， 我看了谷歌地图以后才知道，这个地方现在还属于班武里府的，还属于巴蜀的，我们还没有到春蓬啊。看样子班武里这个地方的海景的确是很多，而且也很美的。离春蓬还有将近1个半小时的路程，而且还是走高速公路的。像我这样海边游游荡荡的，不骑够呛，可能到春蓬要天黑了。不过也无所谓，天黑就天黑吧。哇，这条金鱼多可爱啊！Let's go。随着我的旅程越来越接近巴蜀府和春蓬府的交界线，海边的沿线的风景呢也越来越美，同时游客的数量呢却也越来越少。此刻我觉得已经有点累了，骑了整整8个多小时，将近9个小时，我是不是考虑该找个地方歇歇脚了呢？在这个环游泰南的摩旅系列刚开始的几集里边，我就说了，这次摩旅主打一个随性和自由，所以说整个摩旅路线我也是没有事先规划，当然我也不可能提前预定今天晚上的旅馆，这既增加了旅行的不确定，但是也增加了我旅行的自由度。所以此刻呢，我可以随心所欲的骑到哪里算哪里。一般在这种时候，我会打开谷歌地图，搜索一下附近方圆几公里之内的旅馆，然后在评论或者说照片里边选一家自己中意的。不一会儿，我看到海边有一只大海龟，就知道又到了一处景观沙滩。受不了美景的诱惑，这简直是天空之镜啊！还有2位小姐姐在这拍照片，这个地方拍照片的确很好，很出片来，真会选地方。虽说我说要赶紧趁天黑前赶到春蓬，但是这个美景实在太诱人了，我不得不停下来。无所谓了，不要赶时间，自己说的嘛，对吧？我自己说了不要赶时间，如果自己在赶时间，不就打脸了吗？
此时天色已晚，时间已经是傍晚的6点多。我离最后一个目的地沃本索浪寺庙已经越来越近了。当到了这个寺庙以后，我就知道应该考虑一下在这附近找一下住宿了。当时我整整骑行了9个多小时，第一天的行程就如此辛苦，哪怕现在我在剪视频的同时，我都可以感觉到这种辛苦与兴奋并存的感觉。虽然说很累，但是现在回味起来还是非常美好的。这也是我做自己的视频，开通自己的这个油管频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时候就是给自己留一个念想和回味。哎呀，真是为难。所以说今天这么一点路，赶了整整大半天时间都还没有到春蓬。然后呢，这里有2位本地的泰国的自行车车友呢，建议我到一个叫做邦波的地方去住。他说那个地方海景很美，而且有很多的海边有很多的旅馆。OK， 我们就听他们的劝，我们一会儿就前往那个叫邦波的海滩。然后那个叫邦波的海滩，我查了一下，大概离这里半小时车程吧，的确不是很远。哇，这个海角也太美了啊！今天一路过来，这收获的美景真是海量的美景。OK， 那我们告别知恩大佛，我们前往沿着海边继续走。等天彻底黑了，也就准备住店了。刚才2位泰国的自行车友推荐我住一个叫邦波的地方，我去那边看看。反正那个方向就是在我去的方向。哇，美！出了寺庙，我本来想驾车直接前往2位泰国自行车老哥给我指的那个叫做 Bomboy 的渔村，听说那边非常美。但是当我打开谷歌地图导航时，发现离那个地方还有整整1小时路程，顿时就泄了气。一会儿呢，我的摩托车跨越了一座桥梁，而桥的正前方是一座海边的小城市。这个地方我当时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而且也并不在我此次行程的计划之内。在这个地方呢，没有任何我要停留要打卡的景点或者餐厅什么的。但今天晚上的看样子我就得在这里过夜喽。哎呀，结果还是没有骑到春蓬，甚至也没有骑到刚才2位自行车车友推荐我住的那个叫邦波的地方。结果就是在刚才那个寺庙边上的小镇，因为我觉得这个小镇还挺热闹的，有 7-Eleven， 有 Lotus， 还有夜市。我也不知道这个小镇叫什么，就在路边随便找了一家旅馆的住下。这个旅馆呢，感觉好像是给过路的司机，那些尤其是客运司机准备的，所以说条件呢一般。你看后面还有货车停在这边，然后生意也很好。很奇怪，这个小镇我问了几家旅馆，居然都满员了。只有这家还有2-3个空房间，可能这个位置比较好吧，刚好在交通要道上。虽然说靠近高速公路，但是它还在里边，所以说也不会吵。整体来说还是靠近海边的，所以说500泰铢这个小房间还是不错了，该有的都有，也干净咯。A few moments later. 晚上好。既然我们在海边住呢，那我们吃饭肯定也在海边的餐馆吃。简单的叫了2个菜。然后后面就是大海，这是一个海边的简易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小餐馆。我们旁边，哎呀，这里白天的话风景应该更赞，晚上现在看不清海，只能看见黑黑的一片了。如果吃得好，明天上午再过来吃。味道不错啊。虽然说不上有多惊艳，但就是那种非常可口的家常味道，没有什么太怪的，这种太辣太酸的没有。吃饱喝足，然后听着海浪声，太舒服了。这家店味道不错，全都吃光光。而且我觉得，在泰国的这种饭店愿意提供这种免费的饮用水给你的，都是良心店家。不然有些店家你说你要一个 water， 他直接给你一个矿泉水，然后收你10铢20泰铢的，你也没办法。这真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这个海滩也很偏，
但是能够找到这么一家又好吃、环境又好的店，真的很开心啊。这家店就在这么一个海滩边的一条公路上，这个公路两边呢也没有什么度假村，度假村在后面这个方向，这一段是完全没有店家和住家的，然后有这么一家孤零零的餐馆，感觉也蛮孤绝的啊，关键味道还真好，而且价格不贵，2个菜加1碗饭才200泰铢了。吃完晚饭，我就回到旅馆躺下了，在床上一边看着今天拍的照片和视频，回味着今天的旅程，另外一方面呢，又计划着明天的行程。今天一整天可谓是又累又兴奋，收获了如此多的美景，可谓让我是意外之喜啊。于是呢，我又开始担心明天的下半程路线会不会比较无聊嘞？但事实证明呢，第二天的路线比今天的更加精彩，同时耗时也超过了8个小时。我们明天就从这个地方赶往春蓬，走海岸线。